我还没充，我要充。桑稚和段嘉许度蜜月的第一站在云城，婚后两人都忙，下了班就黏在一起，公司家里两头跑。等到年边段嘉许手上的大业务完工，桑稚也有几天年假不想浪费，两个人干脆翘了1周的班，连夜订了飞机票。云城的地理位置偏南，这个季节不会像宜和那样漫天大雪。桑稚出发时套的一身羊毛风衣，在飞机上打着空调还不觉得热。结果下了飞机，空气里的热浪袭来，他忙不迭得换衣服。段嘉许在机场的更衣室外等他，看到桑稚换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出来。她皮肤白，成年后又长了点个儿，一双眼睛大而圆，看着人的时候亮晶晶的。即使工作了，也还是带着点学生气。裙子怎么了？段嘉许看着桑稚捂着锁骨，别别扭扭地走到他身后，有些好笑。都怪你。桑稚嘟哝一句，语气藏着怨怼，手逐渐挪开。只见他银白颈肩偏下一点的位置，点点红痕布于其上，似白玉映着红梅，是遮瑕都遮不住的程度。段嘉许懂了，伸手揽住桑稚的肩，在他耳边哄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”桑稚还以为他是要说自己不会再有下次，结果段嘉许眉稍微挑，淡淡的接了句：“以后我亲的在下面一点。”流氓。酒店是段嘉许订的，靠海的民宿，进了房门就能看见一扇全景落地窗。下午要去玩海，桑稚把脚踩在竹编椅上，给腿喷防晒。男人都不太在乎肤色。段嘉许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看着他涂。他今天原本穿的是驼色风衣，下飞机后脱了，身上就剩下一条轻薄的白衬衫。或许是也感到热，他逐一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，脖梗微微扬起，长睫因为光在眼睛底下投下了一道淡淡的阴翳。那只修长匀称的左手骨节明晰，在日光下愈加显得凝滑如玉。桑稚无意间看到，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那只手好像也是昨晚摘下他蒙眼丝带的那条，看来颈间留下的吻痕，还真不能怪他。毕竟他们昨夜实在玩得过火了些。桑稚撇开视线，忽地感觉脸上有点热。民宿背面就是海，下午桑稚和段嘉许去踩了水，还体验了一下浮潜。海水蔚蓝而平静，桑稚不会游泳，只能全程抓住段嘉许的手臂，在白沙里捞海螺。他竖起的头发没扎牢，被海浪扑了下，瞬间在水面上铺开。视线被长发遮挡，桑稚一慌，立马去摸寻段嘉许的手臂。好在他及时找准方向，浮出了水面，只是小脸吓得发白。好了，别怕。段嘉许环抱住他，语气格外的温柔。他的手摁着他的后脑，一点一点把他散开的头发挽上去。先上岸吧，哥哥帮你捡想要的贝壳。桑稚听到一旁也来浮潜的小情侣里，女的羡慕地对男友道：“你看看人家。”桑稚把脑袋埋在段嘉许的胸膛，悄悄地遮挡住身旁投来的视线。这是我老公，就不给你们看。段嘉许考过 OW 潜水证，浮潜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桑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，白色的碎花裙随风浮动，海风拂面而来，带着淡淡的湿咸气息。桑稚遮着眼睛，看段嘉许时不时没入平静的海面，再举着手臂扶起，给他看捞到的战利品。潜水服紧窄，把他的身材勾勒得格外好，宽肩窄腰，性感又不失男人味。一眨眼，段嘉许游到桑稚所在的礁石下，他扬着脸，湿黑的短发不断往下淌着水，流过高挺的鼻梁，五官一时间在光下耀眼而夺目。桑稚敛了眉眼，默默地把他搜集的贝壳海螺抱进怀里。怎么了？他注意到他略显不自然的表情，双手一撑，和他一块坐到礁石上，是不是晒久了，有点不舒服？桑稚摇了摇头，我只是忽然觉得，嘉许哥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考的潜水证，
不知道他大学时喜欢什么。仿佛在他这段重要的人生历程里，他缺席了好久。而我读大学的时候呢，嘉许哥一直都在。桑稚低声道：“我会什么，你都知道。”段嘉许听出他这是自卑了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桑稚，哥哥见过你狼狈的样子，哭的样子，可即便那样，依旧会心动。你不需要藏着什么，来给哥哥惊喜感。”他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直指的一切，我都很喜欢。”阳光在桑稚的眼睫上跳跃，他圆圆的眼睛蒙着一层湿漉漉的水汽，皮肤瓷白细腻，薄唇娇艳。段嘉许伸出手勾了勾他的鼻尖，俯身在他唇上印上一个吻，嘴角的弧度更加上扬。桑稚，我会永远爱你。海浪拍打过沙滩，潮热的风里，他们在温柔的接吻。这里岁月静好，爱意永存。桑稚吃完汤圆后回了家，桑稚刚一进门就觉得恶心，鞋子还没来得及换，桑稚难受的直接倒在了厕所的地板上。桑稚突然想起生理期很久都没有来了，特别害怕，然后自己到超市去买了验孕棒，买回来后紧张地测验着，然后接着看了又看，竟然是2根红杠。桑稚激动地流了泪，他要亲口和段嘉许说。晚上，段嘉许回来了，桑稚立刻跑过去抱住段嘉许：“怎么了，吱吱？鞋都不穿。”段嘉许亲了亲桑稚的脸，跟你说一件事。桑稚脸红地看着段嘉许。什么？段嘉许抱住桑稚去沙发上坐。我怀孕了。桑娜摸摸肚子。段嘉许睁大眼睛，一脸不相信地看着桑稚。真的吗？段嘉许结巴地说着。你不相信你老婆说的话？桑娜从段嘉许身上坐到一旁。到了该洗澡的时候了，直指我把水放好，你来洗。段嘉许回来时看见桑稚在床上玩手机。我不想洗澡，桑稚说。你不想洗，肚子里的也得洗，段嘉许说。桑稚应了，还是没动身。于是段嘉许直接抱住桑稚进了浴室。你可以出去了。桑娜害羞的要赶段嘉许出去。段嘉许抓住桑稚的手。害羞什么？段嘉许说，我们可是夫妻，我帮你洗。早上段嘉许起床了，他来到桑稚的房间里，说：“芷芷起床了。”再睡一会儿。桑稚把头埋在被子里。段嘉许看着桑稚，又看看他怀里的孩子。叫什么名字呢？桑稚缓缓地问。叫段木桑吧。段嘉许说。他摸着桑稚的脑袋。谢谢你，桑稚。段嘉许，有了孩子，你还会要我吗？桑稚笑着问。你是我的小孩，我当然宠你。他是我们的小孩。那我们一起宠啊，小孩。